大家好，我是猫盾，今天我们来聊五子队以及它后续可能会发展的方向。五子队大体上可以分为一波流和二段式两种流派。目前的五子队还处于一波流以及正在转向二段式的区间。先不要头痛，慢慢看到最后你就会明白这是怎么一回事了。我们先来看常规一波流的五子队配置。现在五子队的6个队员几乎都是绑死的，没什么可更改的空间。SP 刘备取代了之前 SP 郭嘉的位置，而在游戏正式进入护盾的版本后，乐进和于禁这对专门为盾而生的两兄弟，也正式成为了五子队的正选成员。而其他队员也都是老熟人了，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五子的站位和其他细节吧。首先1号位一定是 SP 张辽，没有其他选择。SP 张辽需要站1号位的原因只有一个，就是为了抢先出手，建立优势。SP 张辽站1号位，就可以在战斗开始时抢先出手普攻。别忘了 SP 张辽的普攻除了可以打伤害，也是可以减怒的。1号位先出手减怒，就可以有效地阻止敌方发动怒攻。另外，站位也会影响龙魂技出手的顺序，这个在五子内战中尤其重要。所以 SP 张辽基本没有站2号位的可能，一定都是站1号位，拼看谁的战力高，谁就先出手。先手释放龙魂之所以那么重要，是因为先出手的一方可以先吸取双方魂将一点的龙魂值，如果命中的魂将没有龙魂值，还可以使其在释放怒攻前无法获得龙魂值，降低敌方 SP 武将释放龙魂技的速度。在五子内战中，先出手的一方就可以让后出手的 SP 张辽吸不到龙魂值，而龙魂值又会很大程度的影响 SP 张辽普攻的暴击伤害和被反弹的伤害。因此，后出手的一方在战力本来就比对方低的情况下，又被限制了普攻伤害，基本就翻身无望了。所以在五子内战中，基本上就是谁先出手就谁赢，就是这么残酷。2号位站的一定是张合，为的是能第一时间出手怒攻，让 SP 张辽出手普攻。3换的技能出手顺序是龙魂技、怒攻，最后才是普攻。在双方都满足的情况下，则是看站位，如果同站位，最后就看谁的战力高，谁就先出手。因为1号位给了更重要的 SP 张辽，所以张合必定是站2号位，抢先出手怒攻。张合是五子里面唯一的一个突击武将，可以开局就释放怒攻，启动 SP 张的普攻，这就是张合在队里最重要的原因。另外，张合怒攻施加的陷阱，配合 SP 张辽的普攻减怒，也有概率提前爆炸，造成眩晕，将对手控制住。不过，这套在目前漫天都是水猴子的情况下，已经不能用了，因为张合的陷阱会直接被水猴子免疫掉，根本挂不上去。3号位 SP 刘备用的是赵云羁绊，主要是提供控制、护盾减伤和一些增伤。5号位的 SP 张飞用的是关羽羁绊，是队里的副输出兼生存位。如果战斗过了第1回合之后，就只能靠 SP 张飞来撑后场了。SP 张飞主要是羁绊提供了单体普攻伤害提升的能力，并且若受击方处于后排，效果还会翻倍，可以配合 SP 张辽打后排无视护盾的能力，对敌方后排造成大量伤害，尽快造成减员。一伙还有使单体攻击暴击后，将目标可驱散的增益并转化为同等数量的负面状态，并使其受到的暴击伤害提升。3伙也有提升最终暴击率的能力，这些都能为 SP 张辽提供增伤。SP 张飞和 SP 刘备的站位也可以互换，看看哪个效果更好。现在站前排的武将会比较容易被水猴子冰封。4号位乐进主要是负责打盾，并有概率为 SP 张辽提升伤害倍率。乐进的羁绊可为魏国武将提供每回合回怒的能力，效果对五子翻倍，可以提升五子释放怒攻的几率，更多的启动 SP 张辽普攻。6号位于禁可降低敌方获得的护盾值，为我方武将提供破盾回血回怒和对群攻减伤。
不过乐进和于禁现在还能不能放出怒弓来，还真的不好说。他们最主要的任务还是生命降到半血后，可以让 SP 张辽再释放一次普攻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在战魂战灵方面，建议都是以生存为主。于禁可以带连携舞曲，乐进可以带破釜舞曲，张合可以考虑战役瑶光，或者连携舞曲保命也行。总之，不要期待他们能打多少伤害，只要别被一击带走，触发不了半血让 SP 张辽普攻，就已经算是完成任务了。SP 刘备可以带怒焰瑶光，降低怒气获取速度。SP 张飞则可以带弱点瑶光、长驱瑶光来输出。如果你在五子内战时 ，SP 张飞经常扛不住，抬手就让自己挂掉，也可以考虑让他带连携舞曲，先求活下来再说。至于主输出 ，SP 张辽可以带爆裂瑶光。爆裂的好处是有2段伤害可以输出，而且因为 SP 张辽的输出够高，即使是爆裂的2段伤害，也不会被完全格挡掉，而导致没有伤害。但如果发现自己的爆裂伤害会被完全格挡，又或者连暴击都无法稳定打出，那就改用长驱瑶光吧。灵宠方面，主战是白泽打一手控制，助战必方是必须的，另一个可以在鹿鼠和水猴子中间做一个选择。一波流还是更推荐带鹿鼠，因为输出更高。水猴子则是比较接近2段式的玩法，它也兼顾了防御端。目前看来，更多的人是使用水猴子助战的，所以大家也可以尝试看看哪个更适合自己。2段式的玩法其实就是五子打第1波，然后要有人负责打第2波，而这负责打第2波的人选就是五红马超了。现在虽然也能把张合拔掉，放入五红马超来玩2段式五子队，但效果还没有那么好，因为最关键的人物 SP 关羽还没有登场。SP 关羽登场后，就会取代 SP 刘备的位置，形成魏国打上半场，蜀国打下半场的队形。慢慢的，在盾队的版本过后，于禁和乐进也会退出队伍，被其他人给取代。这是五子队之后的发展，不过之后队伍名称也不叫五子，而是吕辽关了。当中的吕指的只是吕布羁绊的 SP 张辽，队伍里并不会有 SP 吕布存在。我想这队伍名称应该叫辽关队才更适合吧。最后来说说玩五子队需要的需求。新人最常问的问题就是我的某某武将还没有5火，我的某某灵宠还没有5星，要用什么来代替？其实玩五子队最基础的要求就是你的武将和灵宠全都要满火满星数，这是最基本的入门条件，因为如果你的武将和灵宠都还不齐全，从某种程度来说，也等于是你的硬件不高，那也是玩不了五子队的。五子队 SP 张辽的要求远不只是5火，还要练魂20阶，这样才能将 SP 张辽的普攻倍率拉到最高。第2个要求是风物质的诸攻倍阙要有5星，5星诸攻倍阙会使我方全体魂将在战斗开始前获得1点龙魂值。这样当 SP 张辽在释放开场龙魂技时，才会有龙魂值可以吸收。这不仅是对你自身有5星诸攻倍阙的要求，还要求对方最好也要有5星的诸攻倍阙，这样双方的 SP 武将才会都有龙魂值可以吸收，那么 SP 张辽的输出就可以更高了。这也是为何经常说新区其实不太适合玩五子的原因。因为新区距离开启这风物质的时间还早着呢。SP 张辽在少了龙魂值可吸收后，输出会少了很多。早期的五子队很难打穿对面的原因就在这里。还有一个难度比较高的，就是山河的战斗技能。不过战斗技能只影响五子外战，内战还是谁先释放龙魂技就谁赢。第1个要预备的是世外桃源，会提升前2回合内武将释放单体攻击的无视防御，至少要4星才能用。这个效果不管是 SP 张辽还是马超都可以吃到。第2个选择是4季轮回，会在首回合内使我方攻击最高的武将免疫嘲讽，并提升造成的最终伤害和降低受到的反弹伤害。最少要3星才能用，好处是对最终伤害的提升幅度非常高。
坏处是只能支援最高攻一个人。最后一个选择是千军万马，会在第2回合开始后，己方5将造成单体非怒攻伤害时，附带自身一定最大生命值的伤害，若暴击了，伤害还会翻倍。这个只适合2段式的五子队来使用，比如马超的连击、跃进的后发制人，就可以触发这个真伤技能。不过千军万马对星数的要求则会更高，最好要有5星才行，不然真伤很容易就会被格挡掉。最后来说说五子队需要培养的属性，先不说山河这边的无底洞，至少在江魂录第5章这里，能安排的要先安排好。龙魂之力这个就不用说了，龙魂太低，根本就玩不了灭队。五子首先要培养的就是龙魂技伤害增加 ，SP 张辽的开场龙魂技，对魂将是有很高的增伤的。如果有留意战斗，你就会发现，开场龙魂技打下来魂将都半血了，但普通武将却一点事也没有。有特别将龙魂技增伤拉满的，遇到没有培养龙魂技减伤的，可能第一下就能直接把对方的魂将带走。相反，如果你想对抗五子队的，就要好好的将龙魂技减伤培养起来，才有机会与之抗衡。其次就是暴击率也要足够，暴击率不够，你就用不了爆裂瑶光。命中率也要适度的培养，以免打不中就会亏死。然后就是对4个阵营的灭都要优先培养起来。一些只有在风物志里可以找到的属性，比如普攻最终增伤、无视防御、暴击伤害、最终增伤等等，都是要去培养的属性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